什么地方？那我不能说，说了我就被抬走了啊！你们去搜一搜就知道了啊！不墨迹了，家人们啊！咱们刚才说了，说这个伊朗啊，就是说的怂，这是不对的啊！因为什么呢？它确实是跟以色列之间，我说你把这个地图放大之后，你就可以看啊，可以看到说它。中间隔的是3个国家，一个是约旦，一个是伊拉克，包括一个是谁呢？包括一个是叙利亚，对不对？然后刚才咱们说完约旦了，约旦肯定是倒向美国那边的。咱们说谁？说伊拉克啊。然后刚才我就说了嘛，我说你们别觉得说伊拉克反美武装这段时间叮当4、5、6的，对着美军基地嘎嘎一嘎是咣咣一顿炸啊，就认为说伊拉克一直是支持伊朗的。为什么呢？因为反美武装他们就再反美。刚才我说他不代表伊拉克，懂不？伊拉克谁代表的？是伊拉克政府那帮人。而伊拉克现在的政权说到底，它是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才搞出来的新政府。所以咱们就说啥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想想，这个天生这个政府的基因是不是跟美国会比较好，对吧？但是由于美国啊，家人们实在没给伊拉克人民带来幸福、带来富裕、带来和平，所以这个政府呢就慢慢跟美国呢也是离心离德了。今年以来，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洋们起来了，对吧？一直在要求以美国为主的所谓的国际联盟从伊拉克出去撤军。这个话的意思呢，其实有2层，知道吗？第一层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在伊拉克还有驻军。第二层意思是伊拉克要求美国撤军撤走，对吧？那你品一品，家人们啊，伊拉克这个国家还有美国军的存在，伊朗要经过伊拉克去干以色列，他会面临什么局面？咱不能简单说怂了，你干他这不能这么整，咱得考虑说，但凡人出手之后，那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很明显，美军一定会搞事儿啊，对不对？按照常理来讲，老铁们啊，现在伊朗跟俄罗斯都这么明显有攻击这个意思了，对不对？那伊拉克最好的选择肯定是趁机会让美军滚出去。但是老铁们，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说了2个月了这个事儿，2个月让美军走出去，这2天伊拉克突然间变脸了，人外交部直接公开就表示说，因为最新事态的发展，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结束日期被推迟了。什么意思？用咱们能听得懂的话来说，就是美军撤军这个事儿再往后扫一扫，再往后放一放这么一趟，苏苏能不能中午重播前一天的内容？行我明天中午就重播今天晚上内容，行吧？这样一趟说下来呢，我们就发现说，伊朗去干以色列要比俄罗斯打乌克兰要困难得多。俄罗斯打乌克兰怎么着也可以直接从俄罗斯出发，对吧？直接就干到了这个乌克兰。而伊朗要打以色列，家人们，那要扫清伊拉克和约旦这2个拦路虎，你说他到底是要打谁呢？简直都把人给整懵了。所以怎么说这个仗，老铁们，咱实打实说，咱扪心自问来说，好打吗？绝对不好打，对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的那些伊斯兰兄弟又实在太不给力了。哈马斯和伊朗它都属于伊斯兰世界，但是伊斯兰世界里面其实也是分个就叫什么近远亲疏的。伊斯兰世界里的阿拉伯世界跟那个哈马斯是亲的，知道不？伊朗的祖先是谁？是波斯人，懂吗？波斯人，他不是阿拉伯人，只是因为后来信了伊斯兰教，才跟哈马斯和其他阿拉伯人成了什么的堂兄弟。所以说，按照普遍的说法，伊朗跟哈马斯他算是什么叔伯兄弟，对不对？在这种是不是叔伯兄弟啊？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这个叔伯大哥强力支持你叔伯小弟哈马斯，又因为支持哈马斯而自己受到了以色列的欺负。可是等到他要报复以色列的时候，家人们，伊朗的那些伊斯兰兄弟哈马斯的亲哥们们，他是什么态度？2个态度：一，口头上坚决支持伊朗；第二，行动上没有任何行动。发现了吗？前面已经说了，家人们，在4月份伊朗报复以色列的时候，约旦竟然帮了美国和以色列击落了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这是约旦这一个国家的表现。
那整个伊斯兰世界呢，家人们，从去年的10月7号，是不是咱也不是埋汰谁？从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当时的伊朗外长啊，包括那个其他的各种这个人啊，他们伊朗的高层都呼吁整个伊斯兰国家啊驱逐以色列大使，并且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的禁运，包括石油限制，对吧？结果怎么样呢？除了个别国家有类似的行动之外，整个伊斯兰世界几乎是没有一点动静的。伊朗的这个呼吁了个空气家的，在强力报复以色列这个问题上，咱说句不好听的，伊朗其实跟一个人没啥区别，就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你说这仗怎么打？当然有老铁可能会说了，说难道这就没有办法了吗？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知道吧？太好了，凡是应该做的事情，不管有多难，不管外部支持多少，必须得做，是不是啊？就是不要考虑你想做什么，要考虑你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必须得认识到啊，弱者有弱者的做法，强者他有强者的做法，他两者做法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能五五玄玄的，你色色混混的，你朋朋友友的，你自己没那两下子，你叮当456你装大哥，那受伤的只是你自己，对不对？帮人先助人先助己啊，兄弟们，你强大了，你成为一棵大树了，你才有这个树荫去庇佑别人。做人做生意国家都是一样。那么伊朗对以色列是什么战法呢？可不就是代理人战争和骚扰战吗？搞得以色列不得安宁的啊，是哪几支部队呀？包括但不仅限于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组织、叙利亚民兵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弱小，但是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呢？老子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对吧？比如美国跟英国的护航舰队，不管怎么干，人家胡塞武装连个奔都不带打的，照样就干你驶向红海所有的跟你以色列包括美国有关系的任何商船。英国的军舰也干过吧？美国的军舰干没干过？也叮当456发导弹发无人机呀，打不打得准不要紧，家人们。现在还有人纠结说，到底也门干没干，就是胡塞武装干没干爆，或者是干没干到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不要紧，只要打了，敌人就会心惊肉跳，寝食难安，以至于美国现在陷入到了一场被他们自己说了，说哎呀我的妈呀，我们美国呀，自从2战以来，我们现在在红海经历的是最大规模的海战。你都想不到，家人们，你是不是都很难想？世界军力最强大的美国呀，家人们，2战以来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海战的对手，竟然是谁呢？胡塞武装、拖鞋军，这就典型以弱胜强了。这背后的总头是谁呀？那就是伊朗啊。其实咱换个角度来想，以色列为什么老是要干伊朗？一会儿是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一会儿是伊朗尊贵的客人，全被干。因为在什叶派之虎的抵抗之下，尤其是哈马斯发起的进攻之面前，以色列都没招了，知不知道？他现在我跟你说，就是咋回事，死马当活马医。所以说以色列迫切需要换一个打法。那有人说换成什么打法？换成正规的，不是组织和组织之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所以他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刺激人伊朗，就希望挑动伊朗他搞正规军对决。一旦搞正规军对决，家人们，直接美国必然下场，懂吧？彻底美国下场。那你觉得干爆伊朗难吗？如果把所有的力量干到中东，不难的。于是什叶派之虎直接就失去了背后的靠山，一了百了。这是以色列的如意算盘，而且这也是美国的如意算盘。你没发现吗？现在美国，对不对？现在就在分散精力啊。美国现在其实有想在中东下场的准备了，但是他在中东下场之前，他要有什么样的准备？东边拴住大俄和熊猫啊，那么以谁拴住呢？你们现在就看
整个北约国家，他要让美国现在的意思，要让整个北约国家当他的代理人，当他的炮灰，要让整个北约包括欧洲国家去干，去帮着乌克兰，让俄罗斯。为什么俄罗斯今天莫斯科被干了？就想让俄罗斯扩大战火，扩大到整个欧洲。如果俄罗斯现在北约也犹豫啊，他们也不想下场啊，谁想打仗啊，对吧？那所以说美国就得刺激啊，刺激俄罗斯，你干吧。而且我明目张胆告诉你，就是你以为老铁们啊，北约那些国家下场，那美国媒体为啥报啊？对不对？美国2个先头部队师都进去了，进去失踪了，库尔斯克，美国自己报的，为啥呀？就明码标就告诉你下场了，你干呢？你不说了吗？北约国家下场，你就炸北约吗？你炸欧洲吧，炸完之后整个欧洲不下场吗？被逼无奈得下场啊，以德国法国为首啊，对不对？英国里外里也得插一脚啊，搅屎棍的吗？整个欧洲就干开了，那俄罗斯分身乏术啊。如果老铁们，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僵持这个局面，俄罗斯能抽出一只手去管中东，那么如果欧洲大战爆发了呢？他还有手了吗？他能管中东了吗？另外老铁们，对不对？在咱们这边南海这边，对吧？飞猴子穿着的，上蹿下跳的，那都是谁穿着的呀？是不是？柬埔寨老铁们啊，前2天颜色革命人都报道了，洪大哥都说了，小本的参与的也参与了。原本以为是什么美国飞猴子，包括谁呢？包括那个以色列啊，这几个国家穿的呢，结果小本的也穿的了。包括今天美国一个军舰嘎去了，你们都知道，让咱们东部的什么什么区啊监视过去的，对不对？现在就他赌的就是这个，而且他也想拉咱下水。但凡咱们在这边下水了，老铁们，美国就有拼尽所有的权利在中东帮他爹干第6次中东战争。美国现在太难了，他也想在中东下水，他不敢，不是因为他干不过，因为他抽不出兵力，抽出兵力这边空虚了。所以老铁们，你说伊朗应该上套吗？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讨论伊朗应该怎么报复的时候，其实伊朗早就已经在报复了，人家已经动手了。伊朗的报复是什么呢？一个先手棋，我已经下了先手棋了，你已经入了我的圈套了，现在你换个方式，你想刺激我，让我跟你套路走。就像老铁们什么概念呢？就像咱们在饭桌上喝酒是一样的，有人能喝快酒，有人能喝慢酒，你给我慢慢来，我能跟你喝一宿，你要让我咣干2杯，我8就多了。那个朗哥就属于能喝慢酒的，我就跟你慢慢拿。美国说你不行，我就跟你干。来哥，我敬你一个，8就干了，你干不干？你要干了，你就按他套路走，你就得多，你就得丢人。那你说大哥，我真喝不了，是不是？我陪你们做到最后，我慢点喝，你们收的时候我也收，那你最后不就赢了吗？里外里老铁们就2杯酒，看你怎么喝的问题，对不对？你跟他一起收，你干了还是慢慢喝，一口一口的，对吧？就是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不是？就跟酒桌上一样的，你得让对方跟你的节奏走。你要明知道，好比说今天你在桌上，你就想把这个人给弄趴下，你就跟他，你能喝慢酒，你就让他给你拉。哎，你别干，兄弟，哎，慢点喝。对不对？你要能干你就周了。你说哥们儿你干了，他但凡干了他就上你套了，马上就多，哎呀妈呀多。所以说老铁们，人说了，我就不跟你玩啊，我为什么要跟你的玩法呀？你换一个玩法不是我的强项啊，我的强项嘛，跟你慢慢拿，我给你拿一宿啊，是不是啊？很可能我搞不赢你，我就钻桌底下去了，我凭啥跟你这么玩啊？咱就说当时咱们举个例子，是吧？李逵在陆地上是一个好汉，被张顺拉到水里直接这暴揍吗？啪揍吗？你说李逵凭什么到水里去跟张顺打仗去啊？你用我的手段玩你多好呀，不香吗？是不是老铁吗？而且家人们，我不会下棋啊，我只会喝酒，所以我举个喝酒的例子，不好意思了啊。
说完这个咱接着说呀，你再看，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这个事儿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就是真的是单枪匹马，表面上看着单枪匹马，你再一看，今天家人们也有被人感动的事情啊，让人感动的事情啊，对吧？前几天普大帝不是去阿塞拜疆了吗？然后想办法今天咋的了？不打通伊朗跟那个俄罗斯之间的陆路通道了吗？咱也不是说送武器，咱也不是送人，咱就运点粮食行不行？啊，我就打开这个贸易通道，这不行吗？啊，是吧？当时就有好多人就疑问说，普大帝想这么干，那很好解释。但是阿塞拜疆他为啥答应呢？有没有知道的？阿塞拜疆为啥答应呢？难道就因为他大哥土耳其点头了吗？想要搞事儿吗？我说实话，原本啊这个问题我也有点纳闷，我那天讲的浅了，家人们啊，讲浅了。但是就在昨天，我一下播扫一眼新闻，我终于明白了，普大帝到底用什么条件让阿塞拜疆直接答应的打通俄罗斯跟伊朗的通道？根据阿塞拜疆新闻社啊21号的报道，现在阿哥已经申请加入到金砖国家合作组织了，合作机制了。说白了，用门票换的。大家可别小看这个金砖国家这个门票啊！别小看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46%，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1.93%，金砖5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1/4以上。现在除了原来的金砖5国以外，新加的这帮哥们都有谁呢？沙特、埃及、伊朗、阿联酋，对吧？还有那个埃塞俄比亚，应该我没记错，还有土耳其也是一直想加，但是到现在没获得门票。现在给土耳其当小弟的阿塞拜疆率先进入到这儿了啊，得到了一张准入的门票，可谓是让阿塞拜疆别过来了，喜出望外，对吧？那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一旦阿塞加入到这儿了，那么家人们，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伊朗那就都是金砖国家了，他们的合作就可以在金砖国家的框架之下进行了。现在金砖国家正在建成国际支付系统啊，未来金砖国家之间可以轻轻松松摆脱美元和欧元对贸易的结算的约束啊，那简直家人们这个馍馍太香了，这个馍馍对不对？那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未来俄罗斯只要通过阿塞拜疆就能够向欧洲国家出售石油，因为阿塞拜疆自己也是产油国，每年产量在3000万吨左右。阿塞拜疆只要把俄罗斯生产的石油说成是自己生产的，欧洲就可以欣然接纳了。买阿塞拜疆的便宜货总比被美国坑钱强吧，对不对啊？现在全世界都学会了就那套事儿，对吧？这也充分说明了美国所谓的什么脱钩啊、断链啊都是扯淡，太幼稚了，利益啊。另外阿塞拜疆还是谁呢？还是上合的成员啊，不对，上合的对话伙伴国。加入金砖有利于阿塞拜疆强化与东方大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对未来加入到上合组织也是很有利的。所以怎么说，老铁们，普大帝这次赚翻版了，太赚了，而且大家都赚了，知道吗？不仅他赚了，俄罗斯也赚了，赚了一大笔。咱先说俄罗斯，就目前来看啊，普大帝至少你们外面小点声呗。普大帝至少达成了3个目的，知道吗？一是对外出口方面多了一个跳板，对俄罗斯经济上这个利益上有巨大的帮助。第二，家人们，地缘上与伊朗可以更紧密的连接，包括与中东可以有更紧密的连接，俄罗斯也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第三，俄罗斯兄弟们可以通过在阿塞拜疆发挥强大的影响力，从而对冲以色列在阿塞拜疆的影响力。普京这一趟一举好几得呀，而且最重要的，这还解决了俄罗斯在中东的燃眉之急。
有人说为啥这么说？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啊，明明俄罗斯在叙利亚有驻军吧，为啥还天天受以色列气呀？说白了，之所以这种状态，主要是俩原因。第一个原因，俄乌战争牵扯太多精力；第二个原因，地缘上陆路通道打不通，家人们只能靠空投，不管是给叙利亚还是伊朗，只能靠空投。那伊尔76一趟能装多少东西啊？有限的，那油也贵呀。再说呀，所以说就制约了俄罗斯的行动啊。不仅如此，由于谁呢？就阿塞哥横在中间了，而且阿塞跟伊朗还不好，俄罗斯跟伊朗的联系也不顺畅。当然，俄罗斯在中东发挥影响力啊，他肯定得受影响、受制约的。现在这个情况，家人们变了，有大变化。俄罗斯与伊朗乃至叙利亚的通道全打通了。一方面，俄罗斯可以向西方出售石油啊，咱就出个招，用我想的啊，对吧？我能想到，人家也能想到嘛。那买不买就别人的事儿了，出不出就别人的事儿。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向伊朗、向乌克兰运送各种物资。咱没说运兵，没说运武器，运物资行不行？对吧？人道主义行不行？方便多了吧？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会有这样的效果吗？你还真别说，老铁们，这个效果大得去了。因为这个其中的利益足够大，知道吗？不仅是俄罗斯的利益，阿塞拜疆的利益也足够大。你们想一想，俄罗斯把更多的石油卖给阿塞拜疆，然后阿塞拜疆再卖给欧洲，也许啊，这是多大一笔买卖呀？那阿塞拜疆里外里抽个过路费咋的了，对吧？同时作为好伙伴，还是金砖国家框架下的好朋友，你阿塞拜疆你不能阻止俄罗斯，包括伊朗还有以色列，不是还有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国家做生意吧？对不对？如此一来，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那不就是增加了吗？对吧？过去不好运输的东西，现在不也好运过去了吗？自己对叙利亚的物资补给成本不也更低了吗？效率不也更高了吗？对吧？说实话，俄罗斯通往中东的陆路通道，普大帝已经谋划好多年了，不是这1-2年的事儿。而且它受到什么问题的影响呢？纳卡，知道不？有一个吉安组织嘛，原来亚美尼亚是跟俄罗斯好的，阿塞拜疆不跟俄罗斯好的啊，一直就没有从高加索地区打通啊。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有嫌隙，然后呢，这个亚美尼亚呢换了一个亲美的总统，阿塞拜疆呢又因为纳卡问题对俄罗斯非常不满，结果这个事拖了好多年，现在好了，这条路打通了。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亲美的亚美尼亚总理宣布放弃纳卡地区，把俄罗斯跟阿塞拜疆这个障碍给拆了，这条通道也没那么快打通。看到这样的结果，家人们啊，不知道美国是啥心理啥滋味，不过美国还是会想办法去破坏，一定的。只是现在有东方大国包括俄罗斯一起施加影响力，美国恐怕也没有那个无能为力的。真的，接下来俄罗斯会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大国斗争的烈度也会增加，咱们就拭目以待。真的啊，我永远还是那句话，中东是美国和俄罗斯的第二战场。感谢武大郎啊。然后说完这个啊，咱接着说，美国前2天派了一个金融代表团来咱们家这架势，你们看见了吧？那老嚣张了，有没有知道这个新闻呢？老嚣张了，那跟视察工作似的。结果一打听，干啥来了？妈呀，感情好借钱来了，一张嘴至少3000亿美元，就这数他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进去他妈就给他关门了，然后到家赶紧给我滚出去，离谱到家了都，对不对？还说要搞什么闭门会谈，还不让把消息扩散，妈呀，好像咱们跟他老熟了呢，咱啥场面没见过呀，兄弟们。当时啊，咱就说了，你别想了，1毛钱我都不带给你的。然后他们还说啥呢？还要让咱们去买点那个美债啊，咱那肯定得好好衡量衡量啊，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啊？不是说你让我买我就买，你让我买我就卖，凭啥呀？咱又不是开银行的，对不对？美国一看这招不行，然后怎么办呢？开始商量别的事儿啊，说哥，那个这边真不行了啊，我们真扛不住了，我们要降息。还说现在维持高利率好几个月了啊，9月份呢一定得降了。那你降呗，跟我有啥关系啊？咱这边咋想的，家人们？咱这边想法是等美国降息1个月之后，咱也跟着降。
毕竟老铁们，现在我们打的叫金融战呢。金融战什么概念，家人们？你们不需要懂金融，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就现在咬牙跺脚坚持着呢。就东方大国美国，谁先降息谁就输了，懂吧？咱现在就是轻轻松松啊，就跟美国咬着，但美国那边牙都咬碎呢，说出血往里咽呢。真的，他们也不想想，那大国博弈，你哪能你耍赖皮呀？你哪能要求人家我就不想降，你非得要求我降，凭啥呀？咱能管他们这横行霸道人的死活吗？爱降不降，还你别扯俺们，对吧？结果这个美国金融代表啥也没谈成，尿悄回去了，灰头土脸的。现在美国整个老铁们啊，这个国债都不是35亿了，都已经到边缘了，负债到崩溃的边缘，36万亿了。这大窟窿，老铁们，9月份要是不降息，就彻底完蛋菜啊！他们本来还想拉垮龙国呢啊，等咱们先崩溃呢啊！可要是他们降息放水，整个国际货币的形势那就急转逆流了，知道吧？说不定龙哥这边还能吸引更多的全球的资本呢，就疯狂涌入。美国这一下掏上了，真的进退两难，横竖都是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俄罗斯又给美国来了一杵子，再把阿塞拜疆薅到金砖组织里面。俄罗斯立马宣布说，金砖支付系统有望在10月份正式投入运行。而且老铁们，全球有190多个国家，目前已经有159个国家将会采用金砖支付系统，把美国给干的不会了，蒙圈了。美国财政部长直接挠指鼻子骂呀，说妈呀，俄罗斯你不讲究啊你啊，你不人道啊，你在我伤口上你撒盐呐，还说咱们背地里使坏呀。美国智库这2天就威胁龙哥，你知道吧？说咱不但没借他钱，还继续跟俄罗斯一起高夸美元，还扬言说要发动战争啊！再说德国和乌克兰这个事儿，家人们啊，德国突然要跟乌克兰决裂，这德国可是号称世界第3呢。又说为什么决裂呢？啊，咱们前2天不说了吗？啊，北溪管道被炸这个事儿，德国说了，泽连斯基干的，要求他赔偿500亿美元，美国还给德国提供情报呢。说这个事儿就是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一起干的。哎，美国这干嘛？刚才我说想要挑起欧洲战争，还允许乌克兰炸大哥的核电站，这不把欧洲搅成屎盆的了吗？一团糟。结果德国一夜之间冻结了全部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包括援助。话说家人们，你们觉得德国能下场吗？你们觉得呢？还有印度，老铁们也乱的不行了。哎呀，前2天有个事儿，我都不想讲。有个女实习的医生休息的时候遭到了20个男性的侮辱，结果这个事还没压下去呢，好家伙了，印度有个列车员又对一个4岁的小女孩下手了。这2件事同时爆发，直接把老仙儿给整懵登了，瑜伽都不会练了，亲自站出来道歉呐，说一定会处理。但问题是家人们，这事儿莫迪他能处理得了吗？那很明显处理不了。所以怎么说呀？就目前来看，这次印度的闹剧绝对不会就这么直接停了。现在就看印度老百姓准备怎么闹事儿，知道吧？如果这个事儿闹的力度再大点，整不好，老铁们，我一点不揽悬，莫迪老仙儿这次都能出现一次执政危机。然后老铁们还有一个事儿非常炸裂啊，直接转移话题。什么事儿呢？中东之眼最新的报道说，美国之所以在中东这边进行战略收缩，就是双航母来了也不敢有啥大动作了，不是因为害怕伊朗直接干他，而是什么呢家人们？而是说美国收到情报了，说有一个叫什么系统啊，马上要进入到实战，叫什么战什么龙啊，这个系统啊搞出来了，要进入到实战了。你们可能会说这是啥系统啊？那美国人双航母啊，前几天俄罗斯不是还送去2套那个电子战武器呢吗？那美国也没咋地呀，有点担心，但最后不是也把双航母开中东去了吗？现在怎么什么这个系统咋的了？还只是放风，他为啥下嘚瑟了呀？这可能吗？我跟你们讲，这真不是吹牛。这个东西，这个系统啊，是什么都知道吧？知道什么东西吧？啊，这个系统我就不说别的了，就像一个超级智慧的大脑，能够快速搜集亚太地区的一举一动。
老美那边航母包括军舰，只要一干到太平洋，你只要在太平洋上出现，这个系统就能第一时间知道。就是什么概念呢？就顺风耳加上千里眼，啥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啊！他可不只是收集信息那么简单，家人们，还能把各种兵种的优势给你整合的明明白白，数据包啊给你整的明明白白，而且通过量子啊，虽然我也不懂，通过量子通信，什么卫星啊，包括雷达呀，这些高科技手段，方方面面的快速收集各类的信息，然后兄弟们，短短1个小时，直接给你自动生成最优的战略计划。有人说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老美在亚太的博弈当中，就像是一个还没准备好的小学生，面对的是个大学教授，那玩意儿你逢考必输吗？是不是啊？七七惨惨戚戚吗？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每次老美搞这个联合军演，刚发出集合通知，那怎么就这边舰队就知道了呢？那简直贴脸开大呀！你说老美他不自闭吗？他们也想挣扎一下，没办法了。且不说军用雷达这块，美国确实有点跟不上了。咱就说现在啊，美国他想制造也没有那么容易，好多稀土都被管控了，包括那个 T， 包括那个人造的那个高密度、高硬度那个钻石，全被禁止了。怎么说呢，老铁们，现在的美国他还真就得战略收缩一下。至于为啥亚太地区要部署这个系统，为什么部署完这个系统会让美军在中东也畏畏缩缩啊？也就2方面原因。首先啊，这玩意儿一旦部署在亚太，那么好了，在亚太地区的美军是不是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了？而美国现在又重新的怎么着要增兵，要增援中东。如果亚太这边出事儿，你说老美怎么整？等他把航母给干出来，老铁们，那热饭都馊了，连个屁都吃不上啊！其次啊，家人们，现在老美也很纳闷，想说自己不管是这个军舰啊，还是这个伪装成别国的商船，那胡塞武装咋回事？就跟开天眼似的，一打一个准呢。你说出现这种情况呢，老美能不多想吗？再加上俄罗斯老铁们啊，都敢把最新的电子战的武器送到伊朗，包括送到也门进行实战试验了。你们猜美国会不会怀疑呢？对吧？当然我敢肯定啊，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人他不敢赌啊，万一他双航母在中东这边出事了，这对美国来说那都不只是霸权终结，那是美国彻底崩盘了。我这不是吓唬人，你就想美国人在全球接近1000多个军事基地，哪个不是因为害怕美军所以才安排的呢？如果美军双航母，家人们，双航母在中东叮当456被人给干爆了，那谁还怕你美军呢？对吧？所以我说啊，一旦双航母被打爆，美国彻底面临崩盘。真的同意我这个观点，可不同意啊？还有老铁们，现在最让美国最让老登脑袋疼的是什么事儿？你们知道吗？就是阿富汗的遗留问题。3年前啊，美军不是从阿富汗撤了吗？仓皇而逃。那些为美国工作过的阿富汗人怎么办？留在阿富汗，塔利班肯定报复。你们是美国狗腿的呀，去美国，美国又翻脸啊！我要对你们严格这个审核需要时间，也需要场地。美国本土100万个不愿意，你们来了肯定就不走了，怎么办？关键时刻只有谁把这个任务接过来了？家人们，我告诉你啊，飞猴子直接把这个任务给接过来了。你们没听错，飞猴子直接把这个难民这个工作给接过来了。根据老美跟飞猴子最近达成一个小协议啊，这些阿富汗的难民在被美国同意接收之前，你干啥去呢？我领土不想让你待啊，我还在这给你调查，我得有时间有地方，来去吧啊，去你的吧，你去菲律宾吧。菲律宾出地儿，美国出的钱。按照这个协议呢，美国政府啊将为暂时在菲律宾的阿富汗人提供必要的服务，包括什么住的、吃的啊、安全的、医疗啊、交通啊，以完成签证这个处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对不对？为什么说是两肋插刀呢？因为很简单，这是一个脏活，这是一个累活，这是个苦活，还费力不讨好，完全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服务的。环顾阿富汗周围，家人们，美国有那么好的朋友吗？如果美国有那么好的朋友，直接就两全其美把这个好事给干了，家母，请问啊，巴基斯坦为什么不接收呢？
印度为啥不接收？孟加拉为啥不接收呢？对吧？那个巴基斯坦就一直都是接收难民的一个地方啊。如果说关系还没到位，那兄弟们请问了，脚盆鸡、小西巴，包括美国的铁杆兄弟、小兄弟、老大的这个头疼事儿，小本子怎么不干呢？对吧？小韩子为啥不干呢？就是因为风险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一般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有可能最明显的、最直接的，就可能会把这个危险直接干到菲律宾。你别忘了，这些都是阿富汗的难民呐，那是为美国鞍前马后服务的难民呐，他们是阿富汗塔利班的敌人呐。美联社引用一些菲律宾官员的担忧，说什么呢？说他们在菲律宾期间啊，可能会成为袭击的目标。而菲律宾呢，他自己就有一个非常头疼的分裂问题。菲律宾是一个由100多个家族而统治的这么一个国家，南部的穆斯林游击队要求独立，是吧？现在倒好了，菲律宾政府为美国两肋插刀了，本来就很分裂，100多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而且他们什么概念呢？就是家族统治，像小马克思。包括那个谁，那个前面那个叫啥玩意儿来，我忘了啊，跟咱们挺好那个，对不对？都是一个家族的事儿，就已经4分5裂了，你就干过来这么多难民，你就来吧，你就没好。而且美国人虽然说他们只在菲律宾待59天啊，但问题啥呢？如果59天过后，兄弟们他不走了呢？不走怎么办呢？对不对？美国直接拒绝吗？那也不可能啊，那咋整？把这帮人返回阿富汗吗？那人塔利班能接受吗？最后一个问题，家人们啊，就请问他们到底会来菲律宾多少人？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此前的说法最多的是不超过1000个人，但是这个世界我跟你说是靠不住的，真的，靠不住的最关键的就是政客的承诺。我看见这个具体人数的问题，家人们啊，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就直接拒绝回答相关的问题了。但是美国政府有匿名的官员透露说了，最起码1000人，至于到底多少不知道。所以老铁们，里外里这个事儿你们就看着有好戏看呢。飞猴子就是引狼入室，自作自受，最后倒霉的是他自己，他甘愿当美国的炮灰，那最后先死的也是这个炮灰。同意我观点扣吧，同意。看热闹咱不嫌事儿大呀，对不对，家人们啊？10万人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是多少人。啊，来，咱不墨迹，家人们啊！刚才我看人有人，咱们要那个。